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菲偏偏。今天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正在热播的经典古装爱情神话翻拍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开播之前，该剧是这么宣传的：以92版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为蓝本，以新颖的创作理念，保留经典桥段的同时，赋予角色符合新时代特色的更多解读。好，哎呀，现在请大家牢牢记住这段话，然后跟我一起走进下面的故事。第一集的开始是段 CG 动画，峨眉山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场面一度非常的白蛇传说。到底是何方道友在此渡劫呢？那就是咱们的女主，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大长虫小白。不过说是渡劫，但是闪电偏偏就是完美的避开了小白，然后他躲入水中化成人形，就这么玩似的化解劫难，得道成精。因为小白刚刚修得人身，居然不会走路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我当时脑子里就5个字：萌萌，站起来，加把劲儿。小白在喊了自己的邻居松鼠精景松帮忙，幸亏有你在，助我脱困。哎，对了，景松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景松也不知道该说小白是傻呢还是单纯，他表示自己都和小白做了1000年邻居了。小样，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。小白说自己能修炼成人，多亏了观音，现在就得去庙里拜个码头。观音说你现在刚修炼成人，还是土乃义务，必须要去人间历练一番。于是小白不远万里从峨眉山来到了临安城，这里就忍不住要吐槽一下了。原本是因为许仙和白娘子前世之恩的设定，所以白娘子才打飞的从四川飞去了浙江杭州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游湖借伞。而新版居然抛弃了这个设定，所以白娘子为啥不直接在四川历练呢？难道是因为不能吃辣？好了，接着说，来到了临安城之后，因为小白长得自带磨皮滤镜效果，被人骂作是妖精，于是在线换了一套皮肤。然后咱们的男主许仙就登场了，他正在临安城大街上私自摆摊，虽然没引来城管，但是得罪了同行，眼看就要挨揍了。给我打！你懂武功？不懂。这敏捷，这力量，这爆发力，这还是那个弱不禁风的战五渣许仙吗？原来许仙是看出同行有病，再一号脉直接确诊，同行心服口服就付钱了。老百姓都说许神医医术高超，有如华佗在世。咱们的小白呢，虽然修炼了1000年，但是这个智商啊，基本就跟2岁小孩差不了多少，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夸张比喻的修辞手法。心说华佗明明是个老头，这个许仙是个小鲜肉啊。于是小白得出结论，许仙是个骗子。可能为了让小白看起来不那么傻白甜，许仙这边还真就冒出来一个托，原来是许仙工作单位济世堂老板的闺女，假冒庸医来反衬许仙医术的高超。也是，就准你白娘子有个千年男闺蜜，不许我许汉文有个青梅竹马小师妹吗？这一番折腾，小白更加确认许仙是个骗子了。于是他这个小机灵鬼决定去派出所报案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人家许仙上面有人啊，姐夫就是当地钱塘县刑警大队队长李 Sir。小白直接就被门口的保安给轰走了。原本俩人认识是因为报恩，新版则是因为报官，佩服佩服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吧。小白贴上小胡子，直接来找许仙对峙，说你骗人是不对的，赶紧把骗子的银子给我，我帮你还回去。许仙一琢磨，你才是骗子吧，直接一把扯掉他的假胡子，然后就一见钟情，并且把小白轰出去了。要知道老版的新白娘子传奇第2集俩人就结婚了，所以新版也必须加速推进。临安城这么大，两个人在街上走，居然走着走着就又互相撞上了，然后就开始互相碰瓷儿。后来临安城里冒出个专抓小孩的蜈蚣精，小白偶然路过，救下了一个孩子长生啊，感觉古装剧里的孩子10个有8个就叫长生。来到长生家后，小白果然又碰到了许仙，得知原来许仙演戏赚钱是为了买药救治生病的长生妈，而长生妈一直昏迷不醒，是因为中了蛇妖之毒。白蛇传的故事中，除了白素贞，还有一个蛇妖就是小青了。他一出场就想收了小白当压寨夫人。正当我期待着往百合剧的方向发展时，雷人的特效一把把我拉回了现实。2条猛一看2D效果的大长虫，跟烂大街的进服秒送 VIP 装备黄金全高减差不多。后来小白为了拿到解药，把小青一顿收拾。小青表示自己很冤枉，原来长生妈之前来女娲庙拜神时，因为家里没钱买吃的，她想拿几个贡品回家给长生吃。我拿几个，娘娘该不会怪罪我吧？这是拿几个吗？这不直接拿光了吗？苹果这么多，长生妈偏要挑小青啃过的苹果，在同一个地方再啃一口，于是就中毒昏迷不醒。该啊！拿到解药救了长生妈后，小白和许仙也正式化干戈为玉帛，两人还一起在长生家做了顿饭。注意镜头特写，现在灶台里根本没有火，但被咱们的女主小白一扇，火焰瞬间1.8米。你这是从铁扇公主那里借来的假芭蕉扇吧？之后俩人刚把菜放锅里，就开始咔咔培养感情。你说担心菜会糊？不用，因为灶台里现在又根本没火了。原理做菜就是这么任性。现在白娘子、许仙、小青都出场了，还有哪个关键人物没有露脸呢？哦，法海。在新版新白中，法海不再是一个糟老头子，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俏和尚，但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懂爱。法海那个被自动磨皮磨平了褶子的师傅，给了他2大法宝，一个是用来找妖怪的辟邪禅杖，跟装了电动马达似的，一有妖怪就不停的转圈圈；还有一个是用来收妖怪的紫金钵。施主，我不是来化缘的。不化缘你深挖干啥？不化缘你接了之后咋不倒回去？最后法海偶遇小白，二话不说就要收了他啊！但因为紫金钵里装了粥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
类似的沙雕打脸剧情在后面几集里不在少数，我很怀疑每一集是不同的编剧写的，而且提前没有商量过。第1集的设定里，小白来人间历练以前看过凡人书，知道些人情世故，也曾打算要回许仙赚来的银子还给病人们。你把你骗的钱给我，我去还给人家。哦，但在第2集上元灯会上，小白又瞬间不知道在人间买东西是需要银子的。银子？什么是银子？你到底是蛇脑子还是鱼脑子啊？同样是第2集，小白吃饭的时候居然不会用筷子，直接上手抓。但是到了灯会的时候，使毛笔倒是使得挺溜。第3集许仙被困火场，小白作为一个有千年修为的蛇精，明明可以几个来回飞身把被困的群众救出来，非得冒着被天兵天将发现的危险做法降雨，因为功力不足，还得咬破手指动用精血。在第5集里，小白为了和许仙搞暧昧，争取更多的相处时间，随手一挥就开始天降大雨，这你又怎么解释？这是爱情的力量。到了第6集，蜈蚣精死了后又出来个狐狸精可心，他弹琴的水平非常高，琴弦不动，曲子自己唱。就这功力，也就大洋彼岸的水果姐可以一战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谢谢您如此尊重进度条，请收下我的2维码。这个2维码7天有效，周1吃新片，周2搞笑完，周3虐线烧，周4悬疑包，周5加餐 High Five， 周6加拼大师部，还有一个周日聚集大汉堡，每天服用清新明目，提神醒脑，不长肉，光变瘦。您要扫赶紧扫，进度条在燃烧，不扫拉倒。总的来说，前1集看下来确实有点辣眼。细说不是胡说，改编不出乱编。《白蛇传》的故事是咱们的传统文化瑰宝，还被列为了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既然你买了老版的版权，还打着以92年的新白为蓝本，为啥删去了原著故事中最核心的报恩还情，改编了92版中最经典的同舟归程、借伞定情，还将所有人设改得一塌糊涂，非得加上男闺蜜、小师妹这种角色，整成一部多角恋偶像剧，污染了我们成年人的眼睛不要紧，污染了祖国未来的花花草草就不好了。在我偏偏去洗眼睛之前，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看完新版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的感受。我先来吧，剧情1确实还挺好看的，拜了个拜。